看？我想离婚。我不会离婚的，面子上不好看，让人笑话。我在外面工作挣钱，他在家里疑神疑鬼，日子真过不下去。这2年来我一个人带孩子，他根本不知道我过得有多难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李先生37岁，来自河南销售，有请。胡女士35岁，来自河南自由职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再婚夫妻是吧？对，曾经都有过一段婚姻是吧？有孩子吗？有。跟谁了？后来？跟我。跟您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多大了？8岁。您呢？我有一个孩子，跟我。也跟您，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多大了11了。你们现在一家4口生活在一起吗？没在一起。没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2婚夫妻。对啊，再婚夫妻嘛。但是现在他要跟我离婚。您不愿意离，今天来这儿的对吧？对。说说为啥要离呗？哎呦，变化从结婚前到结婚后太大了，煎熬的不得了。煎熬的不得了，什么情况？你们俩谁说？我说吧，我们是老乡，20年的时候，就是老乡聚会嘛，就留了联系方式，就知道双方都是单身，然后后来就联系的比较频繁。在21年的5月份，我们领的结婚证。就是领完结婚证以后，他就对我就是各种嫌弃，脾气变得特别暴躁。他整个人跟以前就不一样。我们是河南人，我这个人吃什么都行，但是我做的这些饭他都不吃，我炒菜他也不吃，好多次我做好的饭他都给我倒了。有他那样做饭的吗？面条能做成疙瘩汤，做米饭能做成粥，炒菜那更别提了。这黄瓜能跟茄子炒一块去。他这个人呢，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就爱喝酒，中午也喝，晚上也喝，中午最少都是喝1斤。没有说的那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在外面应酬就多，喝酒属于正常。你那是在家里喝，中午喝1斤，晚上也是喝1斤。每次你喝完都把酒瓶扔到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你还跟我说过，你说你看那一堆都是我扔的。不是，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我还是没听清楚。各种矛盾，我俩他各方面除了喝酒，他还爱离家出走。喝完酒，最多的一次1周的时间离家出走3次。有一次呢，他人在唐山，喝多了，电话里面就跟我吵架。然后呢，我就赶紧跟我爸，我还带着孩子，当时我都大着肚子，都怀孕了5个多月。你们俩现在还有孩子了？对，有一个。然后我就跑到唐山去找他，去之前我就跟他说，我几点能到。但是呢，等我到了以后，他手机关机，我联系不上他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带着孩子还有我爸，我们3个人在车上等了他1夜。哎呦，还说这个事儿，我刚开始坐那吃饭就开始给我打电话，一直打7、8个电话。我正跟人领导跟人汇报工作呢，在那儿不停的打电话。后来我确实看见他发信息了，我给把手机关了。谁知道他能真过来呀？那不是担心你吗？后来我喝完酒，我说回去睡觉了，我手机关机，一直到第2天我才开机打电话。你们不知道是怎么打法？这一天啊，你手机只要不关，就使劲给你打。丈夫就觉得是被束缚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哎呦，不是束缚，简直成为拘禁了。行，还有啥不满意的说嘛。在跟他认识以前，我有工作那时候，但是呢，认识他以后，他就说你别工作了，以后我养你，养孩子，然后就让我在家里面。领完证以后，就发现怀孕了嘛，他就开始对我各种嫌弃，嫌弃我胖，嫌弃我丑，都是直接说的，这些话都是。哎，这也是事实。你家务不收拾，自个儿不收拾，哪回到家都乱七八糟的。我回到家，我再收拾家务去，搁外面忙一天累一天。咱俩相处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干。那是后来发现怀孕以后，毕竟我年龄也大了，身体也不舒服。前几个月，你是晚上回来了，你看见家里面有点乱，但是白天我洗衣服做饭，我还要带孩子，你都没有看到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干多少事情，你都没有看到。他是变化很大吗？婚前婚后？确实变化很大。有没有他婚前的照片？我们看一看，有吗？这是婚前还是婚后啊？婚前。我整个怀孕过程胖了50斤，我整个怀孕过程你没有陪我去过1次医院。你陪他去产检过吗？也有过，都是我一个人，一直到我40周的时候，那2天我没让他出门。你把这个认为是监禁啊？哎，这不光仅仅是那2天，
那啥意思吗？比如说我出去在外面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不管我是工作还是在干嘛，他不管你。那我都快生孩子了，我40周加2天，我住的医院，我都住到急诊科了，马上要生孩子，我一个人在里面，你还在外面拿着手机跟他玩。当天咱俩在医院还吵了几句，然后呢，我就生孩子，生完以后，在医院2天我就回家了。回家月子里面也没有人照顾我，身边还有孩子，一个8岁的女儿嘛，弄奶粉、弄纸尿裤、做饭都是我一个人。你干嘛去了？我在外面工作。不是，您什么工作呀？一直在外地。他每次都是拿这种工作当借口。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这种工作，你也知道。我现在就是怀疑他外面有暧昧对象。哎，你自个想多了，天天就瞎想八猜的。我没有想多，在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在车里面发现过一盒烟，那种细长的女士抽的烟。坐我车的人多了去了。行了行了，咱也不辩解不说了嘛。现在那我在你手机里还看到过聊天记录呢，跟那个女的你们一块约的出去吃饭、出去玩。是女的就是暧昧关系啊。是女的不是暧昧关系，但是老婆生孩子，男人不在家说工作，跟一个女人出去吃饭就正常了。然后呢，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，23天那天，有个人给他打电话，是个女的，挂完电话就跟我吵了一架，吵完他就走了，直到现在他都不回来，他就是要跟我离婚。现在那这是为啥吗？确实我感觉日子过不下去。这等于闺女生完23天，这爹就再没出现过。我不时不时的我也回家嘛。你那是回来吗？从你走以后到现在1年4个月，你回来3次，这3次是来跟我谈离婚的。不是，我一到家你就跟我吵架呀，这件事。就走了当天。这1年4个月有没有给孩子抚养费啊？他也不给我。为啥不给啊？现在挣钱也确实挣得少点。不是那您就回家呗，反正在外头也挣不了钱，对不对？挣了钱反正您都喝了，还不如回家呢。换一角度，每天如果是你在外面正常工作的时候，不停的有电话顶进来，而且没有事的情况下，咱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你出门我很信任你，我从来不给你打电话。那是在车上发生这些东西以后，你出门我就提心吊胆的，我想看着你，但是你出门你又不让我跟。哎呦，你能看得住吗？说白了就是觉得娶了这个女人没自由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不是那么回事。那是哪回事？你说清楚嘛。他为了监视我，他让他爸过来，每天跟我同吃同住同出。为啥吗？那是后来怀孕7、8个月吧，我实在是出门不方便，再加上他爱喝酒，我说让我爸过来跟着他，给他一块帮忙什么的。所以其实不方便，对吧？这个确实在心理上会被别人看管的这种感受嘛，有吧？对，咱比如说你说了吗？你跟他说嘛，你说这样不行，你如果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怎么样嘛？我这个话我跟他谈不低于10次，咱让老爷子回去，咱别这样。我又在外面工作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儿子天天跟着，跟干嘛似的。我是不放心他。该嘛，所以该嘛，就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有果嘛。还有类似于这样的事还很多吗？也太多了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女方怀孕之后开始怀疑男方，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儿，你的心彻底凉了，你现在就想彻底跟他离，是这意思吧？我现在因为毕竟是2婚，我不想离婚，我也不能离婚，为了孩子这个婚我不离。来吧，交给你们吧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，看看应该怎么做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他第一段婚姻为什么结束？你有了解过吗？不了解。所以你为什么嫁呀？都已经失败了1次婚姻了，不想一想为什么失败，不从中总结经验教训，然后就马上又2个人结婚，结婚以后你好好过日子，看看这个男人怎么样，不马上生孩子。所以啊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啊。这段婚姻当中他是做得很过分，但是我觉得让人最生气的是你，都是你自己找的，大着个肚子自己不想自己和孩子的安危，跑到唐山去找他。生孩子有人心疼你吗？坐月子有人管你吗？你现在情绪为什么这样？有人理你吗？面对一个对你不闻不问，甚至连对你们的孩子都不闻不问的男人，还要死拼命纠缠说不离婚不离婚，你可怜，你的孩子更可怜。如果你不强大不振作的话，你的2个孩子跟着你，人生又悲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上一段婚姻的孩子现在跟着谁啊？跟着我了。每天喝酒，每顿1斤，跟着你。但说的太过于夸张，不可能有那种事。咱不说。你告诉我，跟着你的概念是什么？谁在养育他？我呀。
他那么小不上学，跟你在工地啊？没有在上学了，寄宿学校。对，所以不愿意过，直接分了就完了。你该负的责任，你得负，你逃不了，这是法律在制约你，听懂没有？抚养费、抚养的义务你必须要担起来。你可真够傻的，你把你老父亲也连累了，把老父亲派去身边看着他，啊，今天又来爱情保卫战，让我们为你挽回他，你自己遇人不淑，有过一段婚姻的失败的经验，不吸取经验。你看着他什么？你现在有工作吗？没有。赶紧去找一份工作吧，好不好？不要把自己的幸福、把自己一生委托给任何人，听懂没有？你只有自己有让自己变好的能力，过得开心的能力，你才有可能去碰到幸福。不要在他身上再去死缠烂打了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只能在他面前，你没有自尊，因为你没有骨气，你自己就不独立。就这样吧。我在想啊，3个孩子，你那边的孩子，你觉得自己能当榜样吗？你觉得你配给他当榜样吗？你那边2个孩子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足以让自己的孩子，你孩子是男是女啊？女孩。2个女孩。对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足以让2个女孩为之骄傲的母亲吗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让2个女孩在未来能够知道什么是爱情、什么是婚姻、什么是家庭的母亲吗？你是让2个女孩未来在她们成年之后，在面对社会、面对工作的时候，觉得我终于有一个学习的人的母亲吗？你说我2婚，我不能离婚。我跟米娜老师聊了一下，说为什么这个1婚可以离，2婚就不能离呢？因为你没有离婚的能力嘛。你给自己设了一条线，说我2婚一定不能离。你要有离婚的能力，何止2婚，你10婚都能离。你不就是放下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吗？你现在样子配让你2个女儿骄傲吗？不配。你以前看你以前的样子，也是一个上班的白领，也是一个知道什么是时尚、什么是美的人。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就你这样的日子，让你2个女儿以后怎么成长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家庭不一定要完整，好的家庭才要完整。不好的家庭，与其给闺女们看其中的破碎，你还不如让她干干脆脆的知道其中的善恶。你非要让我们把她给劝回来，劝回来怎么说呢？跟2个闺女说看，这就是好男人，是吗？以后让你2个闺女也嫁给这样的人，你愿意吗？做人啊，我跟你讲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等到有一天你老了，等到有一天你老到在床上爬不起来，然后再看着那几个孩子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眼神里面那种冷漠的时候，你会想到，曾经有一天，你在他面前对他母亲，对他自己做过些什么。到了那一天，不要说你悔之晚矣，你对自己说你活该，对你活该，就这样。有2个时间点我特别的介意，一个时间点呢，就是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你就要求他放弃工作回到家里，为什么？之前我俩基本上算是同行吧，他就说你之前受过很多苦，你以后就在家里待着，我来挣钱养你，你就不用工作了。这不就是好笑的地方吗？他看到你的时候，你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家务劳作，让他觉得娶回家就可以是一个特别好的太太的女人。他看到的是一个做销售的同行，一个可能可以跟他一起平分秋色的女人，一个让他觉得在职场里头也能独当一面的，他很欣赏的那一类女人。然后通过怀孕告诉你说你得剪断翅膀别飞，回到家里来在地上爬，然后再嫌你爬得不好。婚后不就是嫌你的黄瓜炒茄子不能吃吗？婚后不就是觉得你的家务收拾的也不好吗？什么都不符合他的要求吗？你原本就不是因为这些要求足够好才被他娶进门的呀。
而你怎么就敢在一桩婚姻里头，一个男人说我养你，你就辞职的？很多时候女人的不幸命运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，这也就有意思了。为什么男人，你问他，告诉你我养你，你敢辞职吗？一个女人告诉你，娶了我之后你就可以辞职，在家里照顾好我就行了，我给你零用钱，我养你，你问问男人会做吗？这就是为什么男人们到最后的时候在婚姻里仿佛都还可以，至少能全身而退，而全职主妇们就如你这样没光，没了过去的身材，没了过去的冲劲儿，绝望。是你自己自愿的，这是第一个时间点。第二个时间点是你为什么要在孩子1岁甚至1岁都不到就开始屡屡提出离婚？你不知道在法律规定的哺乳期内，也就是孩子2周岁以内，父亲是不能提出离婚的吗？我也是被他逼的了，他每一次乱找事儿。那么每一次激到你得说要离婚，他是干什么了？急得你得这么说。你打比方说，我回到家吧，工作一天累了，他就叨叨我。他说的是什么？比如说哪个明星啦，什么什么事，我说我不愿意听，我累够呛了，我歇会儿，不行。哦，你觉得一个家庭妇女的这一个关注点实在太无趣了，你不想听？对，我得歇会儿，不行，拉着你弄着，哎。于是你就告诉他，要么你闭嘴，要么我跟你离婚。他连听个八卦的兴趣都没有，你居然求着我们，让我们帮你给他留在身边。他的世界里头一切都是他自己。我跟陆琪老师的确刚刚在讨论，为什么很多女人都会说我这是第2次婚了，我不能离。就是如果说婚姻这个事儿，离婚这么艰难，难道是要看次数的吗？为什么1婚我们离起来就方便，2婚我们就不方便呢？这玩意儿难道不是驾轻就熟啊？难道不是我都知道该怎么离了，你让我走法的还是走文的？走法的怎么起诉我会，走文的怎么协议我来，对吧？有什么叫做我都已经2次了，我没法离了，怎么就这个事儿捆住你了？怎么就离了个婚就必须得回自己的老家了，就不能带着2个娃在眼下的地方接着让娃读书，你自己该打工打工了？独立的能力去哪儿了？你的父亲也很有意思，你派他去看着，你父亲居然也去。你父亲自己不嫌自己碍事吗？当你都得派自己的父亲去监视自己的老公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婚姻里头已经没脸了，你还在护什么面子啊？爹都知道女婿是这样的了，我女儿已经在受罪了，你还怕谁说你笑话呀，姑娘？今天我们也不用去劝什么干什么，就是今天你依然可以坚持你不离。反正我刚刚说了嘛，2周岁以内你有这个保护自己的能力的，不需要导师，你自己用法律保护你自己。2周岁以后他就可以起诉你了。但是对于你来讲，你失算的一件事情就叫做跟这个男人保持1天婚姻关系，我从他要到的抚养费少之又少。但如果我跟他离了婚，我们约定好了抚养费，他将必须得按法律认定的抚养费按月支付给我。可能对于你和孩子的经济上来说，会是一个很大的解脱。我一直在想一个细节，一个7岁的女孩看着妈妈刚生产完，带着那么小的 baby， 就那么一直看着，然后没有人照顾。那个7岁的女孩会想，我妹妹到底是谁的？我妹妹的爸爸呢？我是不是也这样被我的爸爸抛弃的？我就在听到那儿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。就是我们的关注大概是关注在这个点上，其实在对于婚姻的关注已经没有什么了，因为这段婚姻就是已经死亡了，非常明确的死亡。这个你承认吗？承认。婚姻已死嘛，双方把对方都逼到了墙角，没有给对方留出任何可以闪转腾挪的余地嘛，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嘛。尤其是你今天把他拉到这儿以后，这个婚姻更没有办法挽回了。无所谓啊，顶多所有人说他是个负心汉啊，又能怎样？哎呦，就天知道就行，对吧？我就说是吧？对，他现在心里就这么想嘛。你等于把最后一块可以让你们的婚姻有逆转的遮羞布都撕掉了嘛。我说的都是如果啊，我说的都是如果啊。如果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，或者另一段关系，都不用回答我，我只是建议。如果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或者另外一段关系
而一定要离开的话，建议你慎之又慎。我不至于那么傻，对吧 ？OK， 好。如果是因为他已经把你逼得没有办法工作了，或者说这一段婚姻生活已经影响到你所有的工作和你的交际圈了，如果真是这样的，我更希望你慎之又慎。已经乱套了，对吧？所以既然已经乱套了，在和不在是两个结局。你是生意人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意味着我这人还行；如果他真的没有了，那他所预言的一切真话或者假话都会变成真话，对你的买卖是有影响的。你自己考虑。所以我说，你的婚姻反而在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慎重的。成年人你们要谈利弊权衡嘛。你到底恨他什么呀？这种心情没法体会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嘛，就简直就是一个，你恨他什么嘛？跟疯子似的，摇啊，真摇。婚前你对他承诺了什么？你没有满足他这样对你？我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过承诺。那为什么要娶她呀？过日子嘛，对吧？就是双方就互相努力把日子过好。那么多有可以过日子的女人在你身边，为什么你觉得这一个合适啊？毕竟刚刚接触确实不错。是被外表所迷惑了吧？不是，是被什么？他工作的时候确实挺勤快了，什么之类的，弄得什么都挺好。行吧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自己考虑吧。我们要说的这么多嘛，对于男生来说慎重考虑嘛，对于女生来说，你现在到底是要婚姻还是要一张饭票啊？跟你离婚，能把饭票给人家吗？可以，想清楚，冷静下来。刚才有哪位老师说的？为什么要一个父亲？要一个父亲是要一个榜样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让他看到男性的力量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要做的，而不是介意别人怎么说我。别人怎么说你重要吗？嘴在别人的身上，随便怎么说你都可以说，这跟你做了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作为母亲，人家说为母则刚，你再想2个女儿，那个小女儿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你想清楚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咱们走到这一步确实很难，但是呢，今天站在这里，为了孩子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，回归家庭，回来跟孩子一起生活。因为我毕竟是农村的，我要是再离婚的话，确实没有面子回去，请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行，我考虑吧。哎呦，咱这样着实是没法过，你知道吗？不光是毁了你，也毁了我，孩子也得跟着毁。就这样吧。哎呀，你们能跟女生说2句吗？我觉得她这么做真是把她自己和孩子全毁了。而且你还会让孩子未来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非常自卑。爸爸不但不爱妈妈，而且爸爸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有什么比这打击对于孩子更大呢？本来离婚对于孩子来讲都已经是挺大的打击了，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头被迫要去认知，以及他们会把这个事儿归到自个儿身上，是我不够好才能没留住爸爸吧，是我不够好才能没留住妈妈吧。而你这等于直接给了你女儿一个答案，的确是她不够好，所以留不住她吧。然后刚刚你站在这儿要求这个男人留下来说的那句话，真的是把男人再往外推。什么叫做你要考虑一下，我回村就太没有面子了，为了你的面子他要搭进去人生。男人愿意为一个女人搭进去人生，只是因为爱，而从来不会因为这个女人要面子。你不爱她，你只要你的面子，谁愿意跟你搭伙过日子啊？爱孩子还是爱面子？来做个选择，2选1。孩子。真的吗？再想想，爱孩子还是爱面子？刚才听完你们说的以后，我选择孩子。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面子都是靠自己挣的。你2个女儿未来有一天突然之间发现，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，我经历那么多的屈辱，居然是我妈为了怕自己回村没有面子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在说胡话？真
真正的面子是什么？真正面子是跟这个男人离了婚之后，你自己带着2个孩子，你白手起家，终有一天你把2个孩子带到大学，带到研究生，然后告诉所有人，你看我离2次婚，怎么了？我不照样把2闺女给带出来了吗？我照样把那俩孩子带的比你们谁都好，这才叫有面子。离婚算什么？就是先生啊，看在闺女儿的份儿上吧，就是现在他这个阶段孩子幼小，肯定是需要帮助的。这个东西我希望你能考虑好，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对吧？肯定办。女生，我就劝你一句话，面子这个事儿真的不重要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啊。们出来了吗？在吗？女生，男生在吗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，大概责任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负的。当你面对生活负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生活没有那么坎坷；当你面对生活不负责任的时候，你会感慨为什么生活对我如此之不公。